好了，同学们，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第10代 iPad， 这一次这款产品变化还是很大的，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我这次拿到的是一个粉色的版本，这一次有一个变化是外包装去掉了塑料薄膜，然后也采用了和 iPhone 一样的这种纸质胶贴。我们现在给它进行开箱。1、2、3，当当！哇，这个粉色扑面而来呀，从4边就溢出来了。有一枚20瓦的 USB-C 口充电插头，然后大家注意啊，这一次第10代 iPad 采用的这种编织的双 Type-C 的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撕膜。哎，哇，这个粉好亮啊！哎，这个粉色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之前 Apple Touch 出过的一个粉色，饱和度很高。我旋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的侧面边框也采用了这种粉色的设计。我给大家找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个 Apple Touch， 实际上 Apple Touch 要比它还要更粉一些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自己的感受，如果我不开机，只是感受这个手感，感受这个设计，那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它和 iPad Air 之间的区别。其实今天那黄色版本也是 iPad 系列里第一次推出黄色版本，我之前好像也听大家说对那个也比较感兴趣，于是我们拿到了黄色这个版本，带大家看一下黄色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这回我们就直接省略其他步骤，直接看颜色。1、2、3，当当！哦，这个黄色长这个样子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哇，这个好黄啊！刚才说那个粉色就是好粉啊。这次的粉色、黄色和蓝色，我觉得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们的饱和度都很高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旋转一下这个机身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黄色版本。然后我好像听说大家觉得蓝色是今年的主打色，于是我们又拿到了今年的蓝色。当当！哎，大家看这个蓝色，哎，这个蓝色我有一点点感觉。它是蓝中带有一点点浅紫色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如果让我选择蓝色、粉色和黄色，我会更推荐这个蓝色。这个蓝色很浓，但是不艳。粉色、黄色、蓝色我们都看完了，今年的银色应该就没有人想看了吧？因为银色就是一个比较大众的颜色呀。啊，也有人想看，但是这个银色我是真拿到了。开箱看一下，其实它是 iPad 最早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哇，银色可以啊，银色的质感好棒棒啊！这个我甚至认为它的后盖设计要比我的银色 iPad Pro 还要好看，因为它的这个镜头没有那么的复杂，整体设计又简洁又好看。我现在把这4款 iPad 同时摆放在这儿，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？如果让我给出推荐的话，今年如果你喜欢彩色的话，我会首推蓝色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会选粉色，黄色呢勇夺第3名。如果你没有对彩色很感兴趣，那么银色今年绝对不会是一个让你后悔的选择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聊3个问题：第10代 iPad 升级在哪儿？相比于 iPad Air 又差在哪儿？这回涨价了，那这款平板适合谁呢？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有哪些升级？一共有8个。第一，机身颜色 ，iPad 10获得了多彩机身，分别是蓝色、粉色和黄色。这3个颜色简直是复刻了10年前的 iPhone 5C。与 Air 的颜色相比 ，iPad 10色彩饱和度更高，也要更艳。我把3代蓝色 iPad 摆在一起，大家看哪一个更好看啊 ？iPad 10这套颜色，我觉得目标人群要比 Air 的更年轻一些，似乎是学生群体更喜欢的那种鲜艳色彩。其实从配色上，大家就能看到，这绝对不是第9代 iPad 升级那么简单，而是细分了一个新的市场。另外，再次说明，今年的银色非常好看，是我前2推荐的颜色。我对比了一下 Air 5的星光色，如果你求稳，那银色是首选。第2个改变，全面屏加直角边框设计，屏幕从前代的10.2升级到这一代的10.9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左边是10.2寸屏幕，右侧就是 iPad 10的10.9。经过这代升级，它的屏幕大小已经和 iPad Air 完全相同。除了我们看视频画面更加震撼，也更适合一屏双任务操作，提升效率。已经陪伴了大家15年的后按键退出历史舞台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。这一次改成了开机键指纹识别。虽然说屏幕大小和 Air 相同，但是 iPad 10要更长一点点，更宽一点点，
更厚一点点以及更重一点点。握持其实感觉不出来，但是从数据层面给 Pro 和 Air 用户带来舒适。第三个改变，新 iPad 的后置镜头升级到了和 Air Pro 规格相同的1200万像素。我相信，包括我在内，很多用户 iPad 的后置镜头日常更多它就是一个摆设，是一个象征符号。但是这款产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受众群体是中小学生，对于很多没有手机的孩子，他们真的就是用 iPad 去记录生活。第四个改变，镜头从竖向边框转移到了横向边框，这是全系 iPad 第一个采用这样的设计的。我实际测试了一下，竖向我们自然握持的时候，拇指刚好不会遮挡镜头，而当我们在视频会议或者上网课的时候，横向摆放 iPad 的时候，居中的镜头就会带来更自然的视野。我现在是完全正对着我的 iPad Air， 它的前置镜头呢在左侧，然后它的前置镜头呢也是支持人像居中功能的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当我正对我平板的时候，我的视野呢是有一点点歪的，能看到吧？现在使用我的 iPad 10的时候，因为它的前置镜头移到了中间，所以如果我正对着我的 iPad Air， 我的这个画面呢会相对更加自然。第五个改变，采用横向双扬声器。第9代 iPad 横屏看视频的时候，只能从一个方向发出声音。现在这边的声音也打通了，现在大家可以横屏立体声看视频了。第6个改变，采用 USB-C 接口，这一点对于学生党要更加友好。你可以直接连显示器投屏，你可以直连 U 盘或者移动硬盘。如果从官网购买，从64GB 扩容到256GB 需要增加1200块，但是通过这个 Type-C 接口，你买一个好一点的256GB U 盘也就199，这个之前已经跟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。这边就是一个 USB-A 的接口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 USB-C 的接口，所以你既可以连这个老接口的设备，也可以连新接口的设备。然后我教大家如何传输资料啊。首先我们直接把 U 盘插在这个 USB-C 接口上就可以，然后我们找到文件这个应用，我们点开。这个时候左边就出现了你的移动硬盘名字，我的移动硬盘就叫神奇胶囊。点开它，移动硬盘里本身有视频，你不想给它拷在iPad 里，你想直接看，那这个时候你直接点开它，如果是 MP4 格式，它就可以直接播放。如果本身有一些格式不兼容的，但是你安装了可以，比如说播放器，长按它，然后在这儿看到了吗？选择拷贝，粘贴到能播放它的那个应用当中。我选择我的 iPad N-Player 这个应用就是用来播放视频的。那我现在点开它，然后就像我们电脑操作一样，长按，这是选择粘贴。大家看啊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进度条，这就是我正在拷贝的文件。以此类推，你的文稿你就往这个文件里拷，你的画作你就往这个文件里拷，你的 PDF 你就往这个文件里拷。在这儿我们点开它，看到了吗？刚刚拷贝的，然后我们点开，这时候即使你拔掉 U 盘，也可以直接播放了。第7个改变。A14 芯片顺带手的支持了 5G 网络。A14 相比于 A13，除了性能提升，有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升级是神经元网络核心翻倍。对于很多中学生、小学生，日常功课可以实现快速、精准抠图的操作。比如说，我想写一篇历史方面的文章正好想把快的拿破仑给它抠出来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 A14 的神经元网络，然后直接一摁，看，这就过来了吧？大家看它这个连马的缰绳，看到了吗？都抠得非常好。这样的一个排版本身很好看，同时操作又足够简单。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点，然后拖动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了。第8个改变，全新的妙控键盘双面夹。新版的妙控键盘夹呢，它是分成上下2个部分，其中背板部分内部这是一个植绒手感，背部呢它是分成双层的，你可以从这儿给它打开。这个部分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个金属，大概是个镁铝合金之类的。想看视频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平板和后边这个支架进行吸附。然后最大的角度呢，大概是到这样，它不能完全平趴下。如果我们想打字的时候，它这个位置有磁吸的触点，和这个键盘上这个磁吸触点进行吸附，这个稳定程度还是很高的。然后这里来进行打字。如果我不想打字，我是可以把这个键盘翻折过去。然后有些同学说，我就有点强迫症，我不希望这个键盘接触到桌面。那么你可以同时把它这个键盘给它拆卸过来，大家看，然后反向吸附，哎，这有点组合玩具那个意思，看到了吗？给它放在桌面上。要知道，
这个功能就连我的 iPad Pro 悬浮妙控键盘都无法实现。实际测试，它的重量要比妙控键盘悬浮版更轻，但是由于双层盖板的设计，合上之后要比悬浮妙控键盘配合上 iPad Air 更厚。需要说明啊，这个键盘分开做支架的时候，它的体积或者是占地面积会更小，但是如果打字状态，它需要的桌面空间要更大。但是呢，那种情况你其实也可以放在大腿上来进行打字。这应该也是数字系列 iPad 第一次拥有带触控板的官方键盘，1厘米的键程和 iPad Pro 那款妙控键盘完全相同，噼里啪啦敲文字非常舒适，长时间打字也不会疲劳。但是不支持背光灯，这一点呢和悬浮妙控键盘是有所差别的。官方的这个触控板手感非常棒，我自己试用过很多第三方的触控板，就是它们下方是可以正常按压的，但是上方摁不动，因为它们是有类似于一个杠杆结构。但是大家看妙控键盘，看到了吗？上方也可以完全相同的进行按压，而且整个一大块触控板所有的位置，它的按压反馈手感完全相同。这款键盘夹的触控板要比我11寸 iPad Pro 的那个妙控键盘触控板要更宽。我这么一对比啊，我就感觉悬浮版妙控键盘就好像是这个吉士汉堡，然后这个双面夹呢，这个触控板就是双层吉士汉堡。哎呀，这个双层吉士汉堡还是不错的呀。键盘最顶端新增了一排功能按键，这个大家比较了解了，这就是屏幕的亮度加减。而这个按钮是直接一键进入多任务后台，这个就是快速查找，这个我一般特别喜欢使用，长按是 Siri， 短按呢是语音快捷输入，然后这几个键播放、暂停、快进。这款键盘它的售价是1999，不便宜啊！大家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相对更便宜的替代方案，但是我需要特别说明，对于它的体验没有平替，就是比它便宜的体验一定比它差。这一点呢，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。以上就是第10代 iPad 的升级所在，其实基础体验上和 iPad Air 5已经很接近了。那么我接下来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，和 Air 5 1200块钱的差距到底差在哪儿？第一个，全贴合屏幕，有同学可能不太了解，说什么是全贴合呀？我直接给大家看差别啊！现在画面左边的是 iPad 10，画面右边的是 iPad Air 5，你会不会发现 iPad Air 的边框好像有一点黑一点，而 iPad 10不是那么纯黑，有点发灰？这就是全贴合屏幕的一个特征。比如说，当我们看视频看同一帧黑色画面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全贴合屏和全贴合屏之间的这种显示差别。所以呢，在大多数场景中 iPad 10显示呢是够用，但是在更多的场景中 iPad Air 显示的是好用。第二个差别呢就是性能。iPad Air 5搭载了 M1 芯片啊，无论是运行速度还是能同时运行的大型软件数量上 ，Air 5都远超第10代 iPad。最重要的是，Air 5完美支持 iPadOS 16上新增的台前调度，这个苹果已经明确表示这是 iPad 未来多任务的最终形态，而第10代 iPad 并不支持这个功能。但是对于所有基础功能，第10代 iPad 都完美支持。比如说中小学生，我估计他们到毕业都压根用不上什么台前调度啊，他们需要的呢就是丰富的软件生态，可读、可写、可画、可学、可随身携带的一个平板电脑。第三个差别 ，Apple Pencil。第10代 iPad 改成了直角边框，但是居然依然适配的是1代手写笔，而且呢，它因为改成了 USB-C 接口，现在也不能通过把笔直接插在 iPad 上这么优雅的方式来进行充电了。苹果给出的充电方案呢是，如果你手里已经有了一根1代的 Apple Pencil， 那么你可以花几十块钱去买一个转接头。如果你没有1代 Apple Pencil， 那么现在你买1代 Apple Pencil 的时候，购买的时候它会内置一个转接头，通过数据线连接转接头，就可以跟它进行配对和充电了。说真的，我跟大家一样，发布当天晚上我看到这个是完全不能理解。第一个不理解，采用1代 Apple Pencil， 那就意味着你完全没有利用到这个直角边框的外观啊。第二个不理解，通过转接头来进行充电，本身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可以预见的是，你增加一个配件，也就增加了丢失一个配件的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当场我就质问了苹果，为什么采用了新设计的 iPad 要配一根1代的 Apple Pencil 呢？得到的回答是，选购第10代 iPad， 它的用户呢有大量
是从第6代、第7代、第8代、第9代 iPad 升级而来。那对于这个人群，大部分用户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一根 Apple Pencil 1代了。如果 iPad 10改变为2代手写笔，他们就需要重新购买一根手写笔，然后手上这根还不能用了。而现在，他们只需要购买一个转接头，就可以兼容自己手头上这根 Apple Pencil。那对于预算本来就比较敏感的用户群体，这个解决方案呢会更加友好。哎，听了之后呢，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在我质问苹果的这个时候，我其实也忽略掉了老款设备它们本身用户的一个需求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认为苹果有一个关键点，它没有说，就是苹果需要让这款产品和 iPad Air 5拉开差距。要知道，A14虽然不如 M1，但是性能本身可并不弱呀。如果也配了第2代的手写笔，那么就真的只有一个屏幕环节是落后于 iPad Air 5了。如果我们再加上横置的更自然的前置镜头，以及便宜几百块钱的妙控键盘，那么这2款设备的定位就会变得非常模糊。这边是 Lightning 的接口。这个呢是 Type C 的接口，那我是否可以买一个 Lightning 转 Type C 接口，然后将它俩直接插上进行充电呢？我买了4个不同的转接头，然后挨个给大家进行了测试。不过呢，实际的测试结果，通过转接头直接把笔和 iPad 进行相连的时候，这 Apple Pencil 并没有在充电。所以我建议大家日常使用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笔帽拿出来，然后就直接把它和转接头进行相连，你就这么使用笔。这样的话，随时随地它都有这个 Type C 口，可以和我们的 iPad 进行充电，我觉得要更方便一些。最后，如果大家此前没有购入 Apple Pencil， 同时还想省点钱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官网的翻新版啊，日常使用和全新的其实没有差别，享受同样的售后政策，1代和2代都能便宜180块。最后我来说说价格和购买推荐。首先，今年第10代 iPad 肯定是涨价了，汇率变动的部分我放在 iPad Pro 那个视频里和大家细细聊。但是不管有没有汇率变动，第10代 iPad 它的定价都是有提升的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第10代 iPad 它的定位也有提升，从标准的入门款升级到了iPad Air 青春版这样一个定位。我认为这个产品是好产品，但是价格呢，目前还不是一个很好的价格。如果大家能以3200左右价格去入手，那么是一款很值得推荐的产品。如果你本身对预算就比较敏感，完全可以等一等嘛。毕竟数字版 iPad 的目标用户本身就不是追新的用户啊。推荐的人群非常清晰啊，核心是学生党。第2个群体呢，就是对硬件本身追求不高，但是需要一台平板日常轻办公、轻娱乐的群体。无论是日常娱乐还是网课学习，都是一款出色的设备。同时 iPad 上的屏幕时间管理体系相当完善，作为家长，你可以设置每个游戏应用的使用时间，可以屏蔽儿童不宜的内容，可以关闭游戏下载，停止游戏内的付费，几乎可以保证让你的孩子只用你希望他用的那些应用，让平板电脑真正成为更好的学习帮手，而不是天天爱奇艺，天天玩游戏。最后我总结一下不同 iPad 适用的人群啊，如果你需要一款平板，但是对打字、学习、办公需求都不高，那你就选第9代的 iPad。如果你需要打字、办公、学习，但是本身对硬件不追新，够用就好，那么第10代 iPad。如果你本身需要学习、办公，同时呢对性能和硬件有更高的追求，那就选择 iPad Air。如果你本身是专业用户或者特别有钱，就选择 Pro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